當年火到出圈的香飄飄和優樂美鬥了整整10年，為什麼到最後沒分出輸贏，反倒一起被時代甩在了身後呢？2004年那時候還沒有現在的現制奶茶，街頭的奶茶店都是小作坊，沒有統一標準，口感時好時壞。2005年一杯就要10幾塊，排隊半小時都成常事。就是這個時候，浙江湖州的香飄飄抓住了機會，第一個規模化生產杯裝奶茶，硬生生在飲料市場闖出了一條路，一杯3、5塊，熱水一冲就能喝，完美解決了喝奶茶不方便、喝奶茶又太貴的問題，妥妥的懒人福利，短短1年就打開了全国市場。香飘飘賺得盆滿缽滿，果凍巨頭喜之郎肯定不會放過這塊肥肉。於是2006年，喜之郎就推出了優樂美，一出手就來勢洶洶。喜之郎在超市、賣場布局多年，經銷商遍布全國，這正是香飄飄的短板。優樂美直接放話2年拿下香飄飄，還砸錢請了當時紅透亞洲的周杰倫代言，一句你是我的優樂美，把奶茶和愛情綁在一起，瞬間戳中年輕人，那會簡直是火得一塌糊塗。就這樣，10年奶茶大戰正式開打，雙方從渠道、廣告到價格爭的是你死我活。廣告戰更是打得火熱，香飄飄見優樂美請了周杰倫，立馬請陳好站台，後來又找了鐘漢良、陳偉霆等明星，還喊出1年賣出3億多杯，杯子連起來繞地球1圈的口號，每年更新銷量數字，硬生生把這句話刻進了所有人的腦子裡。優樂美則靠着周杰倫的國民度，走情感路線，廣告裡的浪漫場景讓他成了情侶之間的首選，價格戰也沒落下風。為了搶市場，雙方更是不停降價，一杯從5塊降到3塊多，有時候還買1送1，經銷商利潤早就被壓瘪了，但雙方都不肯讓步。其實這場大戰本質就是專心做一件事兒和多線發展的较量。香飘飄一门心思做杯裝奶茶，砍掉所有无關產品線，慢慢完善了超市渠道，也穩住了2、3線城市的小賣部。優樂美靠着喜之郎的優勢，經銷商能靠果凍奶茶調節淡旺季，但也正因如此，經銷商沒法專心推奶茶，淡季常常忽略維護，銷量忽高忽低。最火的時候，杯装奶茶行業被徹底帶起來，立頓、香约等品牌紛紛跟風，市場上一下子冒出上百种杯装奶茶，但香飄飄和優樂美始終穩居前2名，市場份額加起來超70%，妥妥的雙雄爭霸。2017年香飄飄上市，首日股價漲了44%，市值冲到113億，成了奶茶第一股。可没人注意到，這場熱鬧的大戰早就埋下了隱患。香飄飄和優樂美鬥來鬥去，始終沒跳出粉末沖泡的圈子，核心配方就是植脂末加砂糖加速溶茶粉。在那個物質不豐富、信息不發達的年代，這種配方口感濃、成本低，確實受歡迎。但這種工業製品的短板很快就被時代戳破了。首先是產品本身就沒創新，這麼多年口味就那幾種：香芋、草莓、原味，甜度不能選，還只能熱飲，喝多了特別膩。而且他們用的植脂末，雖說現在標着0反式脂肪酸，但國標規定每100克里反式脂肪酸小於等於0.3克就能標0。現在大家都怕添加劑，植脂末这3個字本身就自帶不健康標籤，而且杯裝奶茶是冬季熱飲，夏天根本沒人買，一年有半年都是庫存積壓，誰會大夏天找熱水沖粉末奶茶？但很快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就來了。2015年前後，蜜雪、喜茶、奈雪的茶橫空出世，主打现做、鮮奶、鮮果、鮮茶和粉末冲泡的香飄飄，優樂美形成鮮明對比。年輕人第一次喝到芝士奶蓋茶，直接打開新世界大門。新茶飲也徹底改變了大家喝奶茶的習慣。以前奶茶就是圖方便，現在奶茶成了社交工具，而香飄飄、優樂美那種塑料杯沒設計感、沒社交屬性，自然被年輕人拋棄。更重要的是，新茶飲越來越便宜，瑞幸、库迪打9塊9甚至更低，蜜雪冰城人均才5塊多。香飄飄、優樂美雖然3塊一杯，但性價比徹底沒了，多花2、3塊就能喝到現做、有小料、能選甜度的奶茶，誰還選粉末的呢？面對衝擊，香飄飄和優樂美也試過轉型，但都沒成功。香飄飄2017年推出 Miko 果汁茶，進軍即飲賽道。2019年即飲業務營收破10億，看似不錯，卻犯了個致命錯誤。為了避開農夫山泉、元氣森林，把渠道鎖在校園，等想進便利店、超市時，早就沒位置了。更可惜的是，香飄飄始終改不了自己重營銷、輕產品的毛病。從2006年開始就愛砸錢打廣告，2025年上半年花了3.31億銷售費用，佔營收1/3，簽約時代少年團，開快閃店，但這些投入沒轉化成持續增長。2025年3季報顯示，香飄飄營收16.84億元，淨利潤虧損近9000萬元。優樂美的轉型更無力，沒有上市融資渠道，只能靠喜之郎扶持。其實香飄飄和優樂美不是不夠努力，而是太執着於互相爭鬥，忘了看時代變化。他們鬥了10年，爭老大、爭廣告、爭渠道，卻忽略了大家的需求變了。時代從不會停下腳步，不管是香飄飄、優樂美還是其他品牌，只有跟上節奏，讀懂需求，不斷創新，才能站穩腳跟。否則，再激烈的爭鬥，再輝煌的過往，終究會被時代淘汰，變成人們口中的回憶殺。